谢谢你经过，陪着我，陪着你守候，陪着我，风雨中起落，不愿你孤单身影，在冷酷时空淹没。我记得那年的日落，我记得褪色的承诺。如果不能牵着手，就让最善良的梦陪到最后。所以到现在，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患癌症啊。估计这段时间有庆姐一个人一定很难受、很害怕。那是肯定的。当妈妈这么困难，我看我以后还是不要结婚了。你确定吗？哎呦，就算你想结婚，也不一定有人要你哦。什么意思？你真的不希望我有人要啊？开玩笑的啦。其实啊，当妈妈的虽然辛苦，但是还是有当妈妈的快乐的。那你当我妈，你有快乐吗？一点点，才一点点。小心你的手啊！知道了。其实，当妈妈可以关心自己的孩子的时候，那也是一种快乐。所以，你感受到我们的快乐了吗？感受到了。哇，好香啊！原来我的女儿会煮粥啊！厉害吧？有什么用？我生前又没吃过你煮的粥，现在啊，死了以后也只能够在旁边闻一闻。那是因为你以前都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啊，我这点小厨艺都是在你旁边跟你学的。哦，你跟我偷学的？哇，那我应该多教你一些。哎，赶快拿纸和笔出来记一记啊，要不然等哪一天我不在了，你要跟谁学啊？哎呀，真是的，聊得开开心心，我提这些干什么呢？你撒葱花吧，我去看看有信醒了没有。睡得那么甜啊？永庆，慧琪啊，慧琪，过来看看。啊，你看看他。有静姐啊，有静姐，有静姐，有静姐，你醒醒，你不要吓我，有静姐。哎呀，叫什么叫？赶快去打电话叫救护车！我还没看到他，他应该还没死。喂，大凯，你妈回到家了吗？还没。那没事，她一到家，你赶紧给我打电话。文杰，没事吧？你这2天有没有看到我老婆有庆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她昨天一早就出去，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，一整晚没回来，电话也不接。你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是吵架了，但她从来不会这么没有交代，也没试过像这样一整晚没有回家。她最近总是怪怪的，非常情绪化，真想不通她到底怎么了。他还没跟你说吗？说什么？喂？这边。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在电话里说的不清不楚。对啊，
妈为什么突然会晕倒？医生说了什么？医生说你妈得了末期胰脏癌。什么？末期胰脏癌？因为前一阵子她去做身体检查就发现了，但是一直瞒着我们。发生这么大件事，妈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想起来了，妈那天有进她的房间，她好像有什么话想告诉我，但是我只顾着打游戏。难怪妈会突然去买旅游配套，原来她是要我们没有去旅行。都怪我，一天到晚在家都没有发现妈有什么不对劲。你们两个现在自责也没有用啊。你妈现在最需要的是我们的关心和支持。我相信她一定会没有事的。原来你是有庆姐的家庭医生啊！我也没想到你们刚好也认识。有庆姐是我以前的邻居，我们很久没有联络了，最近才联络上的。她昨天约了我吃午餐，我以为他们只是家人闹意见，没想到她跟我说她得了末期癌症。到底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他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。胰脏是个沉默的器官，就算出现问题，也不容易被发现。等到症状开始出现时，多半已经太迟了。他的主治医生曾经建议他去做化疗，但坦白说，成功的几率并不高，而且他的癌细胞已经迅速扩散，所以他现在的情况是，他随时都有可能会离开。原来那天我在17生命馆遇见她，根本不是巧合。有庆姐，她想帮自己筹备身后事。哎呀，我为什么这么迟钝？我都没有发现。我昨天还让她喝了很多酒。哎呀，她为什么不要早点告诉我？我想他应该是不想让大家操心吧。我在医院看过不少这样的例子，即便父母的生命到了尽头，他们还是处处为身边的人着想。当孩子的都觉得妈妈很烦很啰嗦，大家明明是关心对方，可是说出来的都不是好话。发现来不及的时候，才来后悔。老婆，你有没有不舒服？我帮你叫医生。你们都知道了，你为什么瞒着我们？说了又有什么用？也不能改变什么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不是答应过对方，将来无论遇到什么事，好的坏的，都要对彼此坦诚相对吗？是啊，怎么走着走着就忘了？老婆，对不起，你在我身边那么久，我从没有好好的陪着你。范有静同学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好。我不准你一个人去面对这一切。这里可以了。躺了2天的病床，终于可以出来呼吸新鲜空气了。你今天气色很好啊，我听护士说你还吃了2份早餐。是你们医院的早餐好吃，你还可以开玩笑，就放心了。那天差点被你吓死啊！你要赶快好起来啊！下次你可以在我家过夜，但不准在我家晕倒。
知道吗？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啊？干嘛？说真话也不行啊？哎呀，不要说这种话。前阵子还觉得很孤单，什么事都好像自己一个人扛。现在才发现，我的身边有家人，还有那么多人关心我。谢谢你们，朋友就是应该互相帮忙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还有一些事需要你们的帮忙。什么事？有庆姐，你说吧。Dr. San，我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我想回家。好，我帮你处理。谢谢你。欢迎有庆姐回家喽！妈，欢迎回家。我只是住院几天，需要这么夸张吗？大凯呢？他又在楼上打 game 吗？妈，你回来了。大凯今天去面试了。对不起，妈，来不及接你出院。你去面试了啊？面试结果怎样？顺利吗？没关系，这次不行，下次再慢慢找。我生病，虽然不是什么好事，但是看到你们变得更好，我心里面真的很高兴。怎么一个人都不在？郑一书，朋友，不用再叫啦，他们没有来上班。他们没有来上班，那你一个人来这里干嘛？这里是我的店啊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呀，就是过来多看两眼，缅怀一下。要不然改天你把这里顶让出去，我想要看都没得看了。哎，他们都不来上班了，你找他们干嘛？是有庆姐，她想为自己规划身后事，我想找知音叔跟朋友来帮忙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要他们回来？那17生命馆就不会再顶让出去啦？这个我还在考虑啊。会考虑就代表有可能接手17。好，我带你去找他们。快啊！原来他们不上班，来这里花天酒地啊！先看清楚再说，可以吗？其实啊，我们做好生前的规划，不是为了我们，是为了那些还活着的家人。对，你们想想，万一有一天你们突然走了，你们的家人一定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如果你们有提前做好规划，减少他们的负担还有烦恼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要做好生前的规划，表达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家人知道我们的决定，他们就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，为我们做最后的告别仪式。最后的告别仪式。其实啊，我不是要你们赶紧去准备生前的规划，我是要你们了解。死亡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生命，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老板，你来这里找我干嘛？1个星期的期限还没有到哎，你是不是想改变主意？你说什么？你们两个别吵行不行？不要吵，可以。你要钱是吗？我这里有3000。哎，不够啊？哦，再加知音叔的1000，这里总共有4000，我们今天赚到了，剩下的46千呢，过2天再给。啊，通融一下哈。
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们要钱的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反悔，还是要提高价钱我？今天来是有事情找你们帮忙。现在突然觉得我们这些棺材佬有用了。我需要你们帮我提前规划一下我一个好朋友的身后事。我妈说事前规划你们最在行的。喂，那个大男人，不要这么小气嘞。好啦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那天说话是过分了点。我在这里正式跟你们道歉 ，sorry， 对不起，这样可以了吧 Sorry， 我接受啊。那1期生命馆怎么办？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喽。那你的意思是不卖，也不抵给人啦？我才不忍心看到你们这样出卖色相，一边陪酒还要一边卖棺材啊！我想你们回来。你做什么？既然你那么有诚意，我跟知音叔就勉为其难考虑一下。死爱面子。我刚刚瞄到一个5000了5000啊！走走走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你不要啊！哎，他不止爱面子啊，还真的很小气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1期生命馆的理师，他叫朋友。我们今天会来，是因为有庆姐委托我们跟大家商量一些事。什么事？帮有庆姐为自己准备事前规划。什么事前规划？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，死亡是可以被讨论的，也应该被讨论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都受亲人的爱和祝福。那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想要有什么样的葬礼，什么样的下葬方式，这些都可以跟亲人事前规划好。有庆姐希望可以以最圆满的方式离开。我想提前为自己准备后事。妈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些？对啊，你现在人还好好的坐在这里，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件事？你刚刚才出院，我们不是应该讨论一下接下来的治疗方向才对吗？对，你们2个冷静点，听妈妈说。我知道，要大家陪着我做事前规划，你们心里面真的很难受。但是我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现在是活一天算一天了。我回想了以前很多很多的事，我看到了你们小时候的照片，我回想了你们从出生学走路，叫我第一声的妈妈，从那么小长到现在那么大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我最骄傲、最幸福的时刻。能够成为李文杰的太太，李艾薇和李大凯的妈妈，一直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就。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陪着我一起商量讨论，可不可以？
有没有想过提前规划自己的葬礼啊？你去看医生，医生叫你不要吃药。哼，我第一天上班，华姐就跟我说，我要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，一期生命馆会包办我的身后事，员工福利哦。华姐说的。好啊，那你打算要怎么办呢？当然办一个很大的 party 啊，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送我离开，没有什么好难过的。李医师不是医生，医生的责任呢是拯救生命，我们的责任呢是陪着家属走过这段经历。入行之后，首先要学的是学会珍惜，然后看开一点。但是事前规划好，家人真的会比较不难过吗？我相信有一定的预疗作用，就像有庆姐这样啊，至少她的家人不是要用猜的，他们能亲自听到她选择离开的方式。人生有很多时候是无法解释，但是你家人可以选择陪你一起度过，一起走过。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重要？艾薇，妈，你要出来干嘛不跟我说一声？我来帮你啊。是俊豪打来的吗？他的案子大概还要1个月就能完成，那边一结束，他就会马上赶回来，我们就会注册结婚了。想不到你也快当妈妈了。第一次当妈妈，什么都不会。妈，你一定要教我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。对我那么有信心。当然啦，你是我的女儿嘛。有一件事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。什么事？你说啊。人家说，孕妇最好不要参加葬礼，会对肚子里的胎儿带来霉运。要是妈走了，我希望你不要来送我。你也不要去相信这种迷信的东西。我也不是迷信的人，只是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我不想你冒这个险，我只希望我走了以后，你们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。啊，就听了最后一次，好吗？看到你肯接手义妻，我现在总算死也瞑目了。有必要说成这样吗？义妻生命馆是我毕生的心血，可以继续经营，我当然开心啦。以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接手一期生命馆，打死我都不相信。这里明明是我从小到大最不想来的地方。这就是人生啊，总是让人意想不到，总是处处有惊喜。最好只有惊喜啊，不是惊吓。如果是惊吓的话，你就敞开你的心胸去拥抱它，那它就可以变成惊喜啦。心态决定一切。你这是名副其实的鬼话连篇。回去找。曾一书，早。朋友。走。
虽然你们也已经知道了，不过我还是在这里郑重的宣布一下，从今天开始呢，17生命馆将由我林慧琪来接手。太好了，林馆长。哎，我的女儿难得肯接手，为什么你们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好歹是你们的老板，就算你们心里不爽啊，表面上也应该做做样子，给点反应啊。不是不想给反应，而是怕高兴得太早。谁知道你这个善变的老板，只是把我们赶出去，在那里装神弄鬼，自导自演，鬼上身。我这次下定决心，不会再改变心意啦。你想清楚一点，殡葬业这口饭不是每个人都吃得下的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知音叔啊，他看扁我就算了，怎么连你也这样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我不希望你太过勉强自己。我下定决心做的事情，就一定会做得到。既然你那么有信心，不然我们来打赌啊！赌什么？你如果撑不过3个月，17免费顶让给你。免费？干嘛？不敢？那如果我撑过3个月呢？条件你随便开，反正你撑不过3个月。好啊，到时候你就不要哭着求我放过你，一言为定。哎呦！干嘛？你怕啊？怕什么？你手有电啊！先生，有电吗？没有电啊！哦，看来只有你们2个会来电。啊，退！是要跟你来电啊？我才不要跟你来电呢！知音书啊，这个梳子做什么用的？你没有看过结婚上头仪式啊？一梳梳到底，2梳白发齐眉，3梳儿孙满地。梳子象征结发夫妻。在过去的民俗文化里，如果2夫妻有一个离世，活着的那个就要把梳子折成一半，一半放在棺木，另外一半呢丢在屋外，代表阴阳两地各走各的。这种仪式叫分梳。通常是男方去世由女方来执行，尤其是年轻的寡妇，这样他们才能够放心的去嫁人。不过也有很多老太太要做这种仪式啊，因为她们害怕被他们的老公拉到阴府去作伴。那如果不想再婚，是不是就不用做分梳了？总不能因为一个人离开，就把多年的夫妻关系割舍掉吧？你说的也是，这种仪式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合适了，已经没有人愿意做这种仪式了。因为彼此相爱，大家都不希望被死亡切割2个人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还应不应该遵从这个习俗？其实不同的宗教信仰在葬礼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我们礼仪是可以有自己的信仰，不过同时也要包容不同的信仰，这样才能够帮助到家属。我们的职责呢，就是让他们了解不同的礼仪跟习俗。不过，千万不能够用强制的方式促使他们跟随。所以这些仪式都只是一种参考吧。我个人认为，家属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。也就是说，习俗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明白了。慢慢学，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我。那天，我陪友庆姐和她家人一起规划葬礼。我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在雨中替家属撑伞的人，陪他们完成生命最后一场告别式。所以很多人都说，我们礼仪师是送行者，撑伞的人是生命最后的守护者。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明天我要离开了，我甘心吗？我自己还有什么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呢？可能因为失去了，我突然好想珍惜每一天。
文杰哥，什么事啊？妈，还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你每天都会帮我绑头发、梳马尾、绑辫子。那时候同学们都很羡慕我，觉得妈妈就像魔术师一样，每天都能帮我变出不一样的发型。所以长大以后，我才想成为一名发型师。我想像你一样，帮大家设计出好看又让人羡慕的发型。我现在帮你梳头，我也要把你变得漂漂亮亮，让大家也羡慕你。老婆，写着这封信给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。今天醒来，厨房、饭厅、客厅都没有你的影子，整个家变得特别空荡。我还不习惯这个家没有了你，也许下半辈子都没有办法习惯这样的转变。我记得以前你和我说过，希望我比你先走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了。结果你先走了，这样也好，那我就不用担心你被我留下，孤零零一个人。我以前常常没有认真听你说话，但是这一次我会听话，也会好好照顾孩子，照顾这个属于我们的家。范有庆同学，这辈子辛苦你了。要是下辈子有机会再当夫妻的话，那下次换你当老公，我来当你老婆，让你好好的为自己活一次。以后我们想你的时候，会来海边吹吹风。谢谢你。死亡是什么？是一段关系的结束，又或者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？也许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范有庆，生于1968年7月2日，死于2023年8月5日，出殡2023年8月6日。钱阿龙啊，什么钱阿龙？那干嘛不敢接电话？我虽然是没有钱，但不拘也要接阿龙。还有，
我不是不敢接，是不想接。哎呀，既然不是为了钱，那一定是为了女孩子了哈。哎，是什么女孩子在哪里认识的？你别告诉我哦，你学那些年轻人说用什么交友 app 保月经，如果是的话，小心点，别留收尾啊！不要乱讲啦，她是正经的女孩子，是之前的相亲对象。哇，你这副德行还有女孩子喜欢你，要懂得珍惜。我什么德行？我很差咩？你不差，只是不够好。我哪里不够好了？那你说说看，你到底有什么优点可以让女孩子着迷呢？我心地善良，有责任心，可靠，最重要，够帅。帅有个屁用！像你这样啊，不积极又吊儿郎当啊，女孩子还来不及了解你善良、责任心、可靠啊，早已经被其他的帅哥给拐走啦。唉，你相信我，这是一个讲究包装的时代，连人家选棺材都要选得好看的，何况选老公啊？拜托你，包装啊！别啰嗦哎，赶快找个老婆了啊！喂，你去哪里？不回公司啊？吃饭啊，肚子饿。每一次来喝咖啡，老板娘都叫我帅哥啊。左看右看，还是老板娘有品味。帅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来问你，明明是我先到的，为什么你先帮他下单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没有注意到您。你是没有注意到我，还在假装没看到我啊？你急着去服务她，是因为她漂亮吗？不是你不要误会。还是你歧视我年纪大，好欺负？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您。这位太太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不是有哪里服务不周到的地方？服务什么服务？他根本就没有服务我，他狗眼看人低，他歧视老人呐。他刚来上班不久，还在学习中。不如这样，我替他向你道歉，好吗？道歉有什么用？一句道歉就想了事，年轻人会反省嘛。那，请问你想怎样？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恐吓我？我只是问你希望怎么处理，我没有恐吓你啊。你看你的态度，你的态度有问题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难怪你的员工不懂得尊老敬贤了。2008年3/28的朋友，他们刚才怎么对我，你是看到的吧？好，我要你当我的证人，我要告他们这家店歧视。啊？这些账簿呢，记录了我们的各种账目，你只需要仔细的看一看，就可以了解到我们17生命馆主要的支出有哪一些。妈，你不用电脑记账的，电脑就在这里啊。哎呀，用写的比较简单，也比较安全啊。万一电脑坏了的话，那岂不是什么记录都没有了吗？可以上传到网上啊。总之，你给我好好的看，水电费要准时交，不能拖知音他们的薪水，也要准时过账给供应商，因为这关乎到我们17生命馆的信誉。要订棺材的话呢，找阿强，因为我们跟他们合作很多年了，他们的价格是最公道的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就问知音。没关系，这些都不难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上手的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呢，就是礼仪师的部分。不过你别怕，我会带着你处理大体。我也要处理大体啊！当然啦，你不是上过课拿了文凭了吗？那这是你硬逼着我去的。那你现在不是派上用场了吗？你看我多有远见。妈，可以不要骂，我处理行政部分就好了。不可以，你是老板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，以身作则，那外人才会尊敬你啊。我不需要外人尊敬我，我只是怕处理不好他们的大题，他们来找我。你不要怕，我也不是一开始就什么都会的啊。记得我第一次处理大体的时候，哇，害怕到全身发抖。技术跟胆量呢是可以练出来的，就看你有没有决心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做的话，我也不会强人所难的。你现在要打退堂鼓还不迟。真的啊？17生命馆让朋友接手也不是一件坏事啊，至少他对我们这一行是非常有热忱的。如果你不介意输给他，在他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，我没有意见。你有什么快点交代，一次讲清楚啊！暂时没有。
啊，我记得了，你去下载一个 app， 可以直接连线到翠芳家里的闭路电视，然后呢，你每隔2个小时帮我查一下。妈，你疯了？你为什么要监视翠芳阿姨？侵犯人家隐私，她犯法的。你把我当变态啊？是他要我这么做的啊。他为什么叫你监视他？独居老人啊，翠芳怕自己死在家里也没人发现。你没看新闻吗？孤独死是人口老化的问题之一。真的不知道，你要我当李医师还是私家侦探？连这种事情也要做？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做啊？难怪朋友会看不起你啊！够了啊！你不要再拿他来激我啦！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每2个小时太夸张了，最多1天2次，4次，那3次，要就要，不要就拉倒。好，3次就3次，按1日3餐，不要偷懒哦。好 ，yes。我也是1天看3次。哎，2008年3年2班的好友，王老师，请问还有什么事啊？你赶着去哪里哈？不跟老师说声再见就走了？老师再见。这么多年没见，老师还是一样哦，中气十足。我不止中气十足，我告诉你啊、我的记忆还很好哦。啊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刚才在餐馆里面是不是假装看不到我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看到你。看到我？现在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老师还是一样貌美如花。要乱用成语。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觉得老师有点过分？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闹上警局？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呢，就必须据理力争，不能够纵容那些态度差劲的店家的。刚才警察也说我没错。可是老师没有错，是那个孩子不懂事，该骂。你也该骂。我？你看你头发这么乱都不梳，手伸出来，指甲也不修。老师，我毕业很久了。毕业又怎么样啊？1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我就算死了当鬼，也还是你的老师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现在做什么工作？没在走歪路吧？棺材佬不算歪路吧？什么棺材佬？礼仪师是吗？哎呀，没差啦。有没有驾车？有。送我回家。老师，车停在那里。哎，救命啊！老师，你住几楼啊？我们还要爬多久？还有1层就到了啦。今天修电梯嘛，你这只转连爬几层楼梯就喊救命，真的是没用。你本来只是叫我送你回家，然后突然叫我陪你去 shopping， 现在叫我帮你扛东西，终于到家了还要爬楼梯，哇，老师我累啊！哎呀，你平常一定是少做运动啊，体能这么差。这个周末跟我去登山锻炼锻炼。啊，神经病！哦，到家了，终于。哇，什么情况？哇，这么臭！黄老师，你这次又得罪了什么人？哎呦，我们家有老的又有小的，你的臭家3天2头就来闹，搞得我们提心吊胆。我劝你赶快解决他，不要连累邻居。老师，你这样是谁做的吗？要不要报警？我自己能够解决。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把东西帮我拿进去，然后帮我收拾？你不是刚刚说自己解决？